在上个月 ，YouTube 的工程副总裁公布了大家最关心的 YouTube 推荐系统是如何运行的，里面提到了很多关于 YouTube 影片增加曝光量的重点。如果想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影片没有人看，如何让自己的影片获得更多的观看量，如何让自己的频道获得更多订阅者，一定要看完这期影片。另外，我也准备了一份影片上传清单，有很多观众会问我在上传影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，才能够达到最大的优化。这份清单里面包含了所有的步骤，大家可以通过评论区链接去免费的下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频道，我是 Grayson。如果想通过 YouTube 频道在网上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是完全免费的。在底下描述栏也能够找到很多精益度频道使用工具。应该还有很多人不明白 YouTube 平台的运行模式。在 YouTube 上有两种主要的算法，一个是 YouTube 的推荐算法，一个是 YouTube 的搜索算法。因为 YouTube 是一个搜索引擎，所以人们来到 YouTube 会搜索一些信息。YouTube 的工作就是根据观众搜索信息，推荐给他们最符合的影片。推荐算法的目的就是推荐给观众他们最想要看的影片，并且能够给他们带来价值。推荐算法主要是运用在 YouTube 的首页和推荐的下一步观看影片。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每个人的 YouTube 首页都是不一样的，因为 YouTube 会根据你的观看行为、你之前搜索过的内容、之前看过哪些影片，它会根据你这些兴趣来定制你的 YouTube 首页。当然 YouTube 的推荐系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定制化，它是经过了10几年的发展还有演变，才达到了今天这个阶段。在2008年的时候 YouTube 就有了推荐的系统。在那个时候 YouTube 是根据影片受欢迎的程度，如果一部影片它点击量越高，就代表这部影片越受欢迎。因为在那个时候 YouTube 的主要观众大部分是来自外部平台搜索或者是共享的链接，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就会导致有很多的标题党或者有夸张的缩图来吸引观众点击。一旦这样的影片得到越多点击量，那么 YouTube 算法就会不断推荐这部影片给更多观众观看，那么就会有越多观众点击这部影片。同时也会导致，如果你想要看烹饪影片，但是你却发现你的首页里面都是音乐、体育类的影片，因为音乐、体育类的影片是点击量最多的影片，是在 YouTube 平台上最受欢迎的影片。所以 YouTube 也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在2012年的时候加入了观看时间的指标。如果观众点击了一部影片，并且观看了不错的影片时长，这能够代表观众对这部影片满意。当 YouTube 一开始引入这个指标时，有一段时间会导致整体的影片观看时长都有下降，但是从长期来看，提高了推荐影片的质量。在2016年的时候 ，YouTube 开始重视有价值的观看时长，去更好的保证他们满意他们在 YouTube 上面花的时间。YouTube 会开始预测一些消极的内容，从他们推荐系统里面删除。到现在 YouTube 会从800亿的信号里面从中学习观众的兴趣，从中得知观众的观看习惯。系统会把你的观看习惯和与你类似的观看习惯进行比较，并且会使用这样的信息来推荐给你其他的内容。例如说你喜欢网球类的内容，但是 YouTube 也发现和你同样感兴趣网球内容的观众，他们也喜欢爵士类的内容。那么这个时候 YouTube 就会预测你也有可能喜欢爵士类的内容，就推荐一些爵士类的影片，尽管你没有看过任何一部爵士类的影片。那么现在 YouTube 算法最看重的指标有哪些？首先第一个就是点击，如果观众愿意点击这部影片，就代表这部影片能够吸引他们的兴趣，因为没有人会想要点击一个他们不想看的影片。所以想要让观众点击，你就需要有一个吸引的标题还有缩图。这里大家要注意，你缩图和标题所传达信息要和你本部影片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，你不能够骗观众点击，不然就会影响到下一个指标。下一个指标就是观看时间。观众观看了哪些类型的影片，并且观看了多长时间，都会给 YouTube 一个信号，告诉 YouTube 哪些类型的影片是他们想要观看的。例如说你观看了一部10分钟赛事集锦的影片，你观看了1分钟赛事分析的影片，那么 YouTube 算法就会知道你更喜欢观看赛事集锦的影片，就推荐给更多类似的影片。第三个指标就是调查回复。为了真正确保观众观看的影片他们是满意的， YouTube 就推出了有价值的观看时间。它会通过用户调查来衡量这个有价值的观看时间。在你看完一部影片之后，有时候会跳出一个调查，它会让你给刚才看的影片做出一个评分，由1星到5星。如果你给一部影片1星到2星，那么 YouTube 就会知道你对刚才观看的影片并不满意，在下一次就不会推荐给你类似的影片。如果你给一部影片4星到5星，这就会让 YouTube 算法知道你喜欢观看刚才的影片，就推荐给你更多类似的影片。当然 YouTube 也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填写这个调查，所以 YouTube 也训练他们 AI 去预测每个观众的调查回复。第4个指标就是分享喜欢不喜欢。一般来说，如果观众点赞或者分享一部影片，那么就能够证明他们对这部影片是满意的。
那么这会给 YouTube 一个信号，如果你喜欢或者分享了一部影片，之后它就会预测你会喜欢更多类似的影片。如果你不喜欢某部影片，那么 YouTube 就会知道你不喜欢观看这部影片的内容。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如果你不喜欢一部影片，给这部影片按了倒赞，这并不会影响这部影片的质量，不会影响它的推荐量，你只会让 YouTube 认为你不喜欢观看这部影片，它就会减少推荐给你类似的影片。同时 YouTube 也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一点，如果你平时习惯给每一部影片点赞，分享每一部影片，即使是你认为1到2星评价的影片，那么 YouTube 在推荐内容的时候就不会过多的考虑你分享的内容，你点赞的内容。反之，如果我平常是一个不爱点赞、不爱分享的人，但是我突然在有一天分享了一部影片，点赞了一部影片，那么这个时候 YouTube 就会特别重视，他就会认为这部影片对你非常的满意，所以才会造成你分享和点赞这部影片。所以 YouTube 也说到，他们的系统并没有遵循一个固定的公式，而是根据观众的习惯而变化发展的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 YouTube 是一个负责任平台，专注于负责任的建议。因为有越来越多人来到 YouTube 是获得最新的信息还有新闻，无论是最新的突发新闻还是复杂的科学研究，这些主题都是信息质量和上下文最重要的地方。有人会告诉 YouTube 地球是平的这样的影片内容他们非常满意，但是 YouTube 并不会推荐这样低质量内容，因为 YouTube 想要让观众观看到高质量的信息，并且最大程度地减少观看到低质量信息的机会。所以他们在不断补充 YouTube 的税准则，明确规定哪些内容是 YouTube 上面允许的，哪些内容是不允许的。YouTube 的推荐算法能够给你巨大的流量，对你频道成长有非常重要的作用。所以希望这期影片能够带大家了解最新的 YouTube 推荐算法，了解重视的几个 YouTube 指标。如果你重视了这些指标，你的影片一定会有更多人看。如果你想知道小频道如何通过免费推广的方法去获得更多流量，可以去看我这期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个赞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，欢迎订阅我频道。如果你想和我更多互动，可以关注 IG， 在底下描述栏也能够找到很多精英率频道使用工具。那么下次再见，拜拜。